你是不是也发现，每逢过年过节，长辈们最关心也最常问的永远是那几句话：什么时候要生啊？怎么还不生个孩子呢？当亲戚们围坐在饭桌前，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本该是温馨的，但这几个问题一抛出来，空气瞬间就凝结了。你只能尴尬地笑着夹菜，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甚至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别的父母牵着小孩，你的心里也会莫名的酸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或者身体哪里有问题，才得不到老天爷的眷顾。甚至有些人会感叹，这人啊，无儿无女反倒是一种福气。这听起来似乎完全违背了我们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叫人难以理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孩子会被人说成是业障，又有人说这是功德呢？没生孩子到底是来还债的，还是来积福的？其实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心里往往都装着一个大大的执念。这个执念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紧紧网住了我们的快乐，也网住了我们灵魂的自由。许多人一辈子在网里苦苦挣扎，为了求一个圆满，反而弄得伤痕累累。我们总是被社会的标准推着走，觉得读书、结婚、生子，这才是一条完整的人生道路。只要缺了一块，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失败了。在佛经里有句话说，世间众生皆是因缘和合。什么是因缘和合呢？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像是一阵风吹过，把两片树叶吹到了同一个小水洼里，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风停了，水干了，树叶散了，这份缘也就尽了。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其实也是如此，来了是缘分，不来也是一种缘分。有子未必是福，无子也未必是祸。很多时候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别人拥有的，却放大了自己没有的。我们总以为别人牵着孩子笑得灿烂，那就是绝对的幸福，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那就是绝对的悲惨。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生命的剧本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奥。今天我想跟你分享几个跨越时空的故事，听完之后，或许你会对生育、对执着，甚至是对你现在的烦恼有截然不同的体会。这不仅仅是关于生儿育女的解答，更是一帖能解开你人生焦虑的灵药。就让我们把心静下来，一起听听接下来的故事。我们来听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故事。在过去有一位修为极高的高僧，名叫邵清远。他从小熟读诗书，后来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无常，看透世事，决定追随佛法。他不仅精通佛理，还懂医术，平时最喜欢在民间走动，救苦救难。因为他总是能一眼看穿人们心里的苦，所以来找他开解的人络绎不绝。有一天，寺庙里来了一对年近60的老夫妇。这对老夫妇穿着打扮非常气派，一看就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可是他们的面容却非常憔悴，眼窝深陷，仿佛承载着千斤重的哀愁。听寺里的和尚说，这对夫妻为了求子，这30年来几乎走遍了天下所有的名山大川，只要听说哪里的菩萨灵验，他们就去哪里磕头。只要听说哪位大夫有偏方，老太太就忍着恶心，喝下一碗又一碗苦涩的药汤。30年的折腾，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可是老先生一进门，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他的太太也跟着跪在一旁，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不停地往下掉。老先生哭着说，大师，我们夫妻俩已经走到晚年了，身边却没有一儿半女。
我们家财万贯，却没有可以继承的人。每次想到这件事，我这心里就像是被火烧一样焦虑，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我们吃斋念佛做善事，为什么老天爷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给我们？求大师指点迷津，赐我们一个孩子，延续香火吧。看着这对痛苦的老夫妻，邵清远轻轻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两位施主，人生在世，所有的相遇和错过都有定数，孩子的缘分是勉强不来的。你们有没有想过，无儿无女，或许正是上天对你们的一种巧妙安排呢？老先生愣住了，满脸疑惑地问：大师，这话怎么说？我们受尽了别人的指指点点，这算什么巧妙安排？邵清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以前也有一对夫妻，为了没有孩子的事情，天天以泪洗面。后来一位高人点醒了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这辈子没有孩子，是因为上天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如果有了子女，你们就会被儿女情长给牵绊住，无法完成这个使命。这对夫妻听懂了，他们放下了心中的执念，把原本要留给孩子的财富拿去盖了一所学堂，收留了几百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几十年后，这些孤儿都成了社会的栋梁。邵清远看着眼前的老夫妇，温柔地问：你们说这几百个孩子不就等同于是他们的儿女吗？老先生听完沉默了很久，他叹了一口气说：大师，您说得对，可是我们总觉得没有自己血脉相连的骨肉，这人生啊，就像是缺了一块，心里空落落的。别人逢年过节儿孙满堂，我们家却冷冷清清，这种滋味真的很难熬。这就是我们凡人的执念，我们总以为只有自己亲生的才是最好的。我们害怕孤单，害怕老了没有人照顾，所以我们拼命想要抓住一个可以依靠的血脉。邵清远看着他们，微微一笑，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施主，你们夫妻俩这辈子有生过什么大病吗？老先生想了想，摇摇头说：说来也神奇，我们确实很少生病，就算有点小感冒，也很快就好了。邵清远又问：那你们的生意是不是一直顺风顺水？老先生点点头说：确实，做生意几十年，几乎没遇过大风浪，财富也是年年变多。邵清远意味深长地说：这不就是上天给你们的福报吗？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因果，很多没有子女的人，上天其实早就偷偷给了他们其他的眷顾，来补足这份缺憾。比如长寿，比如无病无痛，比如心境平和，比如财源广进，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同时拥有的巨大福分啊。有些人虽然生了孩子，却为了养家糊口累出一身病。你们虽然没有孩子，却拥有了健康和财富，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圆满吗？可是老夫妇还是听不进去，他们宁可拿所有的健康和财富去换一个亲生的骨肉。邵清远知道时机还没到，他只能温和地劝他们，先从多做善事开始，慢慢去体会放下的智慧。等老夫妇离开后，身旁的小沙弥满脸困惑地问：师父，没有孩子真的是一种福气吗？为什么他们看起来还是那么痛苦？邵清远望着远方，淡淡地说了一句直击人心的话：福祸无常，全在我们的一念之间，执着于你得不到的，那就是灾祸；懂得珍惜你已经拥有的，那就是大福气。我们刚刚听了求子不得的苦，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看另一种极端。俗话总说多子多孙多福气，但真的是这样吗？有一天，城里的首富王员外急急忙忙地派管家把邵清远大师请到了他那豪华的府邸里。
这位王员外膝下有3个儿子，而且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按理说，这根本是人生胜利组，他应该要每天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了吧？可是他见到大师的第一面，却是大吐苦水。原来这3个儿子为了争夺家族企业的接班权，为了分家产，每天明争暗斗，闹得家里乌烟瘴气，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老大觉得自己是长子，理所当然要接管所有的店铺。老二觉得自己最聪明，生意都是他在打理，凭什么要听大哥的？老三虽然年纪小，却暗地里联合外人，想要转移家里的资金。有一天，3个兄弟甚至在祖先牌位面前大打出手，把名贵的花瓶砸得粉碎，连账本都撕成了碎片。王员外当时就躲在屏风后面，看着这3个自己从小疼到大的亲生骨肉，像仇人一样互相撕咬，他气得浑身发抖，一口鲜血差点吐出来。王员外满脸愁容的苦笑：大师啊，我现在是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我就怕我哪天2腿一伸，眼睛一闭，他们兄弟几个就会对簿公堂，把我辛苦打拼一辈子的家业全都给毁了。我这辈子赚这么多钱，就是为了给他们过好日子，没想到这些钱反而成了害他们的毒药。你听，本来应该是膝下承欢的福气，现在却成了最棘手的烦恼。邵清远听完，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问题的症结。他说：施主，问题不在于你有几个儿子，而在于你过去太看重家业，却忽略了亲情的灌溉。你的孩子从小看着你为了金钱利益殚精竭虑，在他们的观念里，自然也会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们学到的不是爱，而是算计。邵清远送给了王员外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大师建议他不要只会留钱给子孙，而是要趁着现在还有体力，亲自带着儿子们去做善事，去救济穷人，去修桥铺路，把争夺家产的心思转移到造福人群上。当人看到更大的苦难时，心里的贪念自然就会变小。几个月后，王员外再次见到大师时，整个人容光焕发，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在带着儿子们一起行善的过程中，一家人终于放下了对金钱的算计，找回了久违的温暖与团结。看到那些穷苦百姓感激的眼泪，3个儿子才明白，原来财富最大的价值不是用来争夺，而是用来成就别人的生命。经历了这场风波，王员外语重心长地感叹：大师，以前我总觉得生儿子是福气，现在才发现，如果没有教好，孩子反而会成为你这辈子最大的业障。反倒是看看我身边那些无儿无女的朋友，生活简简单单，纯纯粹粹，不用经历这种骨肉相残的痛，说不定那反而是另一种大福报呢。邵清远大师听了，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没有儿女，确实就少了许多世俗的牵绊，但请记住，上天从来不会亏待任何人。为了达到天道的平衡，上天必然会赐予那些无子之人另外2样极其珍贵的眷顾。听完王员外的故事，我们把时间拉回现代，你仔细看看现在的社会有多少父母其实就像是现代版的王员外。从孩子还没出生开始，父母就陷入了无止境的焦虑，怕孩子输在起跑点，拼了命的加班赚钱，就为了缴昂贵的补习费、才艺班费用。每天下班回到家，明明已经累得骨头都要散架了，还要强打起精神陪孩子写作业，写到半夜12点。只要孩子成绩退步了一点点，父母的心就悬到了半空中，整夜的失眠。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希望
都压在孩子身上，生怕他们走错一步。等孩子长大了，还要掏空自己的养老金，帮忙凑买房的头期款，把自己累得一身是病，心里想着，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孝顺我啊。可是结果呢？当你老了，想要孩子多陪陪你的时候，孩子却满脸不耐烦地说，我很忙，没空回去。甚至当你生病躺在医院里，孩子为了谁来照顾你，谁来出医药费，在病房外面吵得不可开交。我们常常在新闻上，甚至在你我身边看到，有些孩子长大后，不但没有体谅父母的辛苦，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有的成了在家里不工作的啃老族，有的则是受不了父母沉重的期待，选择逃避，跟家里的关系降到了冰点，一年到头，甚至连一通电话都不打。这时候，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们拼了命的生儿育女，到底是在养孩子，还是在养恐惧？我们是不是把对未来的不安全感，把自己年轻时没有完成的遗憾，全都投射到了下一代的身上？这就是佛法里说的执念。执念太深，爱就变成了互相折磨的牢笼。我们用爱的名义绑架了孩子，同时也囚禁了自己。相反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种生活情境。你身边一定也有一些结婚多年但选择不生育的夫妻，一开始他们可能也会面临极大的社会压力。过年回老家，总要忍受亲戚们异样的眼光，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不完整。他们也曾无数次被长辈指责是不孝，被朋友暗地里嘲笑是有缺陷。逢年过节，他们总是刻意避开那些热闹的家庭聚会，就怕别人又来关心他们的肚皮。但我认识一对年近50的夫妻，他们在经历了几次求子失败后，彻底转念了。他们接受了这是因缘和合，缘分没到就不强求。于是他们把原本要花在养孩子上的精力与金钱拿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培养共同的兴趣。他们不再把买大房子的压力扛在肩上，而是租了一间充满阳光的小公寓，种满了绿色植物。周末的时候，他们带着自己做好的便当，去育幼院教孩子们画画，去流浪动物之家帮狗狗洗澡。那些育幼院的孩子一看到他们来，就会开心地扑进他们的怀里，甜甜地喊着叔叔阿姨。那一刻，他们脸上的笑容比任何亲生父母都要灿烂。他们把原本只给一个孩子的爱放大给了无数个生命。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们过得比谁都自在，身心灵非常健康，没有被房贷和教育费压得喘不过气。身边的朋友，受过他们帮助的人，都把他们当成家人一样爱戴。没有了亲生子女的牵绊，他们反而拥有了全世界最无私的爱。佛法里常说，万法唯心造。你觉得痛苦，是因为你的心被应该要怎么样给绑架了。如果你能看透，有孩子是教我们学习无私的付出，没有孩子是老天爷给我们机会去学习更广大的慈悲。当你不再恐惧，不再执着，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处处都是圆满。刚刚我们提到，上天会给无儿无女的人两样极其珍贵的眷顾，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邵清远大师说的另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叫做林旭和苏柔。他们结婚10年，却始终没有怀上孩子。在那个年代，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家里的长辈不断施压，甚至逼着林旭休妻，或者娶个小老婆来传宗接代。长辈们把绝后的罪名全部扣在苏柔头上，让她每天以泪洗面。但林旭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握着妻子的手，
坚定地对长辈说：我们夫妻相濡以沫这么多年，我怎么能因为没有孩子就抛弃他？如果老天爷注定我们这辈子没有子嗣，那我们就相依为命，白头到老。苏柔听了，感动得泪流满面。从那一刻起，她也彻底放下了对生孩子的执念。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他们不再天天为了生孩子而发愁的时候，生活反而变得无比的轻松愉快。林旭专心经营他的布庄，生意是蒸蒸日上。苏柔则开了一家刺绣坊，教导镇上的年轻女孩一技之长。他们白天各自忙碌，晚上就坐在一起泡茶聊天，日子过得多彩多姿，比很多被孩子绑住的夫妻还要恩爱幸福。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林旭和苏柔渐渐发现了上天赐给他们的这2样隐藏版眷顾。第一样叫做身心健康，长寿无疾。因为没有子女的牵绊，他们不用天天为了孩子的学业、工作、婚姻操碎了心，没有了那些内耗与焦虑，心境自然平和，气血通畅，身体当然就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们不用熬夜照顾生病的小孩，也不用因为孩子在外面惹事而生气伤神，心宽了，病自然就少了。而第2样眷顾叫做广结善缘，福泽四方。林旭和苏柔把原本要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金钱全部拿来帮助别人。他们在镇上盖了学堂，免费让穷苦人家的孩子读书。遇到灾荒年，他们就开仓赈灾，平常还出钱修桥铺路。苏柔的刺绣坊更是改变了无数女孩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很多女孩子生下来就不受重视，甚至差点被卖掉。苏柔把她们接过来，手把手地教她们刺绣的手艺，让她们有一技之长，能够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甚至为自己存下了一笔丰厚的嫁妆。这些女孩出嫁的时候，苏柔就像亲生母亲一样，为她们梳头，流下感动的眼泪。这些女孩在心里早就把苏柔当成了真正的母亲，久而久之，镇上的人都把她们当成是活菩萨。逢年过节，他们家里的门槛几乎都要被踏破了。那些受过他们资助的穷学生，被他们收留过的孤儿，长大后都带着礼物回来看他们。当他们生病的时候，这些人比亲生儿女还要着急，轮流在床前尽孝。每年两老的生日，大家更是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为他们祝寿。满屋子的欢声笑语，让那些原本嘲笑他们没有孩子的人都羡慕不已。苏柔常常感动地说，血缘的爱虽然很深，但善缘的情却更广。我们获得的爱比那些生了好几个孩子的人还要多太多了。就这样，林旭和苏柔一直活到了80多岁，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他们过世的时候，全镇的人都自发性地来为他们送行，那场面比许多名门望族还要隆重，甚至到了几十年后，都还有年轻人每年固定来为他们扫墓，把他们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送下去。你看，这就是佛法里说的，当老天爷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然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你没有亲生的骨肉，老天就给你健康的身体，给你结交天下善缘的机会，把私爱转化为大爱。这样的人生，谁能说它不圆满呢？各位朋友，听完了这些故事，你可能会在心里想，大师的境界太高了，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做到真正的放下呢？其实，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从来就不是要你躲到深山里去吃斋念佛，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在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之间。今天
我为你整理了4个看完影片立刻就能跟着做的微行动。无论你现在是为了有没有孩子而烦恼，还是为了工作、感情在焦虑，这4个简单的练习都能帮你把烦恼转化为菩提。第一个微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练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先不要滑手机，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回想今天让你最焦虑、最执着的一件事。感受一下你的呼吸是不是很急促，感受一下你的肩膀是不是很紧绷。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只是一阵风，这只是一片树叶，风停了，缘分过了，它也就散了。不要去评判这件事的对错，就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情绪，然后告诉自己，我允许一切发生，我也愿意轻轻放下。第二个微行动，把为什么换成我能做什么。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天爷，为什么是我？从今天开始，试着把这句话改掉。如果你烦恼没有孩子，不要问为什么我这么可怜，而是去问我能用这多出来的时间和金钱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如果你烦恼工作不顺，不要问为什么老板针对我，而是去问我能从这件事里学到什么，把消耗能量的抱怨转化为创造好缘分的行动，你的人生就会瞬间豁然开朗。第三个微行动，每天做一件微小的布施。这里说的布施不是要你去捐大钱，你可以是在搭大众运输时让各座，对辛苦的大楼管理员微笑说声早安，或者是在路边买一包婆婆卖的玉兰花。试着把你原本想给亲生孩子的爱分一点点给身边的陌生人。你要相信，你给出去的每一份微小善意，最终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你自己的身上。这就是最真实的广结善缘。当你看到别人因为你的善意而露出笑容时，你心里的那个空洞就会慢慢被填满。第四个微行动，对着镜子说，这就是最好的安排。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管你现在拥有什么，或是正缺少什么，都给镜子里的自己一个深深的微笑，然后大声说一句，现在的一切就是上天给我最好的安排。当你不再抗拒现状，真心接受生命的每一种样貌时，你的内心就会生出无比强大的力量。你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没有那么糟，原来自己一直都被这个世界温柔地爱着。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讲了求子不得的苦，也讲了儿孙满堂的痛，更看到了无儿无女反成活菩萨的圆满。其实人生这场戏，得到与失去往往都是参半的，上天从来不会只给予，也从来不会只索取。很多时候我们痛苦，是因为我们死死抓着那个没有不放，却忘了去看看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没有儿女，也许少了膝下承欢的热闹，但却多了一份自由自在的清幽；少了血脉传承的牵绊，却多了一片广结善缘的天地。就像《金刚经》里那句充满大智慧的经文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的一切，不管是金钱、名利，还是我们最在乎的子嗣，其实都像是梦境、幻影、朝露和闪电一样，来了又去，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缘分来了，我们张开双手拥抱，好好珍惜；缘分不来，或者缘分尽了，我们也要学会轻轻摊开双手，笑着放它走。不强求，不执着，这才是人生最高级的活法。如果你现在正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自卑、焦虑，或者正因为生活中的某种求而不得
而痛苦挣扎。请你停下脚步，抱一抱那个一直以来都很努力，却总是感到委屈的自己。你要知道，生命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你生了几个孩子，或者你留下了多少财产。生命的价值在于你如何体验这短短的几十年，在于你能不能在这趟旅程中找到内心的平静，散发出属于你的光芒。我希望今天这支影片能像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抚平你心里的伤痕。请你一定要记住，你并没有做错什么，这更不是什么业障。这是上天为你量身打造的另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它给了你最珍贵的健康与最广阔的爱。放下执念，不是要你放弃生活，而是要你放过自己。只要你愿意敞开心胸，无论有没有孩子，你都能活出属于你自己的最精彩、最丰盛的人生。当你真正放下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满天神佛都在为你微笑，相聚即是缘分。今天我们能在这里透过荧幕结缘，也是一种极大的福报。我邀请正在看影片的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简单的善言或是祈福。你可以写下愿心无挂碍，皆得自在，或是为你自己，为身边的人留下一句温暖的祝福。让我们把这个留言区变成一个充满慈悲与包容的正向磁场，把这份超越血缘的大爱传递给更多需要力量的人。祝福你，看破放下，得大自在。我们下次见。